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，我们都是外行啊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今天开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计了。啊，是。昨天搁车，我们跟东家去请辞，东家点头了。京城里4大行，河东的老8家一直要请我们去。既然东家存了心，要走，咱们一起走，这是大贵的恩赐。跟着大贵干没错，我就知道我们闯的是钱。咱们好好干，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。开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啊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脚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多思数不尽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千面惆怅。不会。奔光阴，别做一个脸庞，眼过人生波澜。我看过你的说，各位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当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是这凄凉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，注册2、3枪，把3000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。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000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千军一起万两，昨日引入同伴万年内方，一步公演一条路，人生永照张亮。人生东方。对，大吵着急着急，到时候别来对，着急，轮的来。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有了。不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都有。有了。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000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。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
呦，我说祝朝奉哎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儿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儿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啊，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祝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号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，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了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多贵。今天就挣下这么多。好，猪花3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啊！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棒槌误打误撞，倒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棒槌，是催命符。小心的钢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，
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他干绝了。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天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方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赢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，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，原来是各为其主，现在却是合兵一处。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？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，倒也妥帖。怎么说？这两个人用行里话讲，都是棒槌货，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，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。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。这孩子呀，哼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！我来的时候，少爷还在说，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，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儿当东西。不过票号能做起来，也殊为不易了。票号放款当铺出款，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！你像这种固投不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太年轻了。少爷说，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，再支援他一段时间？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。这刚出去几天，就让总柜给他汇钱。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回来，我换人接手。2两，你看我们是上门当，新推的上门当。上什么当？不是上当，是上门当。不上不上。来啦！啊，那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，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堂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一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师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，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，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啊，
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，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，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。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，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，都存到他那儿去了。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。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。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贬低押物，活当喝血吃肉，死当敲骨吸髓。这种暴利的行业，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坟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你再这么说，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！求求东家，念念旧情吧。东家，您还是得念念旧情。念旧情。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？拿去。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？鲍将军说，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。打了一辈子鹰，反倒被鹰叼了眼睛。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！段爷，他现在去万元档找古平原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，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。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古先生的。他把平遥城所有的鞋响都给了万元档的营号。这笔钱，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。看来这李百万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。他得感谢你们仨呀！东家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！哎，别！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。哼，是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，好好查查你们的账，找我来对。
一笔一笔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；说不明白，哼，你们啊，回去抱你们的娃娃，穿你们的幼棉窝窝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连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谷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姓谷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的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哪儿膝下有黄金？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啊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毕清秀。谷。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四爷而来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放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
哎，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，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。后来兵败如山倒，弃长安奔湖广，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，为了逃命，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户村民，偶得这天降横财。此后开始世代经商，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，纵有天大的劫难，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，帮我寻得此宝。看吧，太玉峰花了掌柜了。哎呀，看人家年轻着呢。听说是那王老爷子的心，那本事可大了。本号东家，请迎掌柜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交账！掌柜的看账了。恭喜东家水流千遭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黑子，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？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？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，哪有人聪明啊？谁有惹你生气了？今天太玉峰换掌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上街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。冒耳光光做个新王，正和县太爷喝酒呢，可真是威风。咱爹救过他是不假，但他也救过你们呀。他，哎，不，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？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，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你叫他如何？让他去劫狱？黑子，你也不敢吧？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？好像我也不缺人陪。哎，他好，他最好，比逃犯活得好好的，人上人一样。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啊，现在关牢里。一会儿陪我去送饭，这种傻话别再讲。